Happy birthday 啊！其实我不是这两天生日，我其实是那个5月9号，但是因为我身份证上是这两天，所以就是索性就每年都是这个时间过啊，没有正式的，就是说过生日。新的一集上线了吗？等一会儿就上。科目三怎么了？科目三，明天考科目三了，不知道能不能过。科目三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科目三要慢点开，然后那个到了那个路口一定要点刹车，啊，轻点刹车。科目三，晚上更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科目三教大家的其实就是在那个避让行人呐、什么变道、什么打灯啊，对，没有什么，就是要慢，靠边停车找不好30的距离，什么靠边停车找不好30，我都忘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后边挂2档，慢慢。啊，对，你们是手动挡，对，你们是手动挡，跟我们不太一样，对。我们是自动挡啊，比较简单一些。生日快乐，你也快乐啊！其实我不是说生日，我就是这两天身份证上的生日。对，大家看一下评论区啊，看一下评论区啊。什么狗狗？拉布拉多。走的步伐，走的方向，一样的月光。唱首歌啊，那个咱们是那个那什么，咱们是那个半个小时之后应该能上线，现在在审核。唱首歌啊。剩下嘴巴逞强，眼睛无力支撑，就连说一个谎，瞒一瞒你都不想。受尽委屈能怎样？哭过又怎样？结果都一样，被你所伤。你从不曾把我放在心上，你从不曾在意我所想。
如果爱你从来只是妄想，承认早已疯狂，原谅我已无力再坚强，请你相信是非我所想。如果真的令你有点沮丧，拿什么赔偿？何苦一再逞强，越期待越失望，何苦为你设想，不过想留你在旁。跌的痛会成长，受则多平常，不如就这样一次曙光。你从不曾把我放在心上，你从不曾在意我所想。如果爱你从来只是妄想，承认早已疯狂，原谅我已无力再坚强，请你相信是非我所想。如果真的令你有点沮丧，拿什么赔偿？从不曾把我放在心上，你从不曾在意我所想。如果爱你从来只是妄想，承认早已疯狂，原谅我已无力再坚强，请你相信是非我所想。如果真的令你有点沮丧，拿什么赔偿？如果真的令你有点沮丧，我拿尊严赔偿。这首歌叫赔偿啊。咱们的那个第8集啊，第8集在半个小时左右应该会跟大家见面，因为这集还是会出现了一个吻戏，所以就是会上一集我以为是吻戏在审核的比较时间长，这一次其实上一次是因为有那个小嫖客有一段舞蹈可能有一点争议，所以就是一旦我们内容里有吻戏啊、什么舞蹈啊什么的，就会被审核。审核的时间我不太确定，大概是在半小时左右，但是上一次也是审核了将近1个多小时。对，这一次是有吻戏，但是这次吻戏也处理了，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通过。这个是一个很我左右不了的一件事情啊。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可以讲一个故事啊。来，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讲故事大王啊。咱们还是找好咱们的 BGM。今天我们来讲什么故事呢？我们来讲那个就是成都小男孩的故事啊，成都小男孩的故事。我昨天喝的太多了，来，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2:07。欢迎大家来到百里屠夫的直播间，我是百里屠夫。今天给大家讲的是4小男孩其中的一个小男孩啊，成都小男孩。这个成都小男孩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很多听过的人都说，哎，这个跟那个芝麻系列里边的高志鹏是一模一样的，对。只是芝麻系列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了，所以今天的那个成都小男孩其实就是曾经的我，然后我是曾经的高志鹏。这个故事发生也是在14年左右，14年左右，那年我24岁啊，我24岁，24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去了成都啊，我去成都，然后当时呢就是在
杰克地啊，就是有一个软件叫杰克地啊，这个杰克地呢，它就是那个就有一些小朋友嘛，对，有一些小朋友，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戴眼镜，然后长得一般吧，我只能说一般，但是呢，但是怎么了？但是其实他就是我其实蛮喜欢戴眼镜的人，我其实我一直都后知后觉，我其实蛮喜欢戴眼镜的人啊。后来呢，就是我在那个就是看到他照片以后，然后我就点进去了，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了。主要是他，其实主要是他跟我打招呼了。打招呼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聊天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啊，就是又看见我了之类的。其实他之前他就看见过我，但是他没跟我打招呼，没想到就是又碰见我了，然后又跟我打招呼了。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处理一下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是聊天，然后加微信，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是想来看看我，因为我们就是下那个软件基本上都是想交朋友，然后他说他想来看看我，然后就来了呀，来了，然后就是，就本来说不来的，后来就来了，然后他就穿着一个。就是那个衬衫，然后下边穿一个西裤，然后拎着个公文包。他那个裤子，我记得当时清清楚楚，那裤子就是尺码比较小，然后他又稍微有一点点胖，所以他那个就那个明显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然后没有什么品质的这么一个小孩儿。但是他其实比我还大1岁呢，大2岁还是大1岁我忘了。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他也是个律师，他那个时候在就是一家公司做就是顾问啊，律师顾问，法律顾问。然后呢，就是一起吃了个饭，但是他已经吃过了，然后我就陪他吃了个饭。后来呢，就是就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你把那个他就，因为他先到我家，然后那个我说你把公文包放着吧，我说你要走嘛，然后他直接就把公文包就放到这儿了。我们吃完饭以后，很自然而然的我就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我就光不出溜的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现在还能看吗？还有半个小时，在审核，在审核啊。大家其实更想看的是这个剧，我就不讲故事了啊。我那个有的朋友来，咱们得给人解答一下，因为有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在审核啊。不，咱们给那个发你了吗？等一会儿发，讲嘛。不，咱们那个都是人家那个来了之后啊，咱们就给人那个。不是，不，
那就你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延迟啊，你们帮我回啊，我很怕有的人他可能就不看那个，他不看那个就是那个评论区啊，关不出来就断了。行，你们帮我回一下啊，咱们是每周日更新啊，咱们是每周日更新，但是呢，因为每一集的这个内容可能有的时候会面临着一个审核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可能会晚啊，可能会晚一些。至于他审核时候什么时候过，我也不太清楚啊。对，你们这很多人来直播间他不知道啊，搞不出来。咱们要听故事啊？你们要听故事是吗？43岁大叔交友啊，听故事啊。咱们讲故事啊。这我在软件上，然后认识了一个人，然后呢，他就去我家里边，然后去我家，因为我一直在等他，所以我就没吃饭。然后他来了以后，我就要去吃个饭，结果他以为我在撵他，所以他拿着公文包，他打算要走。但是呢，我说，哎，你要走啊？他说啊，那我把包放这儿。我说你放着呗，我说你着急走你就走，你要不着急走的话，你把包放着呗。结果我们就出去点儿吃了那个就是类似于川味的那种耗儿鱼那种，反正就吃着挺辣的。然后又是夏天，吃了一身汗，回来以后我就紧接着我就洗澡了，他就在那个沙发上坐着。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就光不出溜就出来了。然后那个他就在那坐着，然后我说那个你不洗个澡啊？然后他也去洗个澡。他洗完澡以后，就是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躺着了。然后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特逗。他出来的时候把衣服，就是他脱的衣服，就他脏的衣服，因为夏天的衣服，那你洗澡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就把衣服就洗了。他没有，他出来，因为他没有别的衣服，他穿什么进去的，出来就什么穿什么出来的。然后我就在那笑。但是呢，我就没有明显的就笑嘛。后来我说那你那个，我就很自然的就是那个在那躺着，然后他就是到我旁边，然后他就在那块躺着，俩人都不说话嘛，不说话我就把灯关了以后，然后因为那段时间我的作息就比较乱，所以我就睡着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跟我说话，他说你睡着了吗？我说你吓我一跳，你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呀？没有啊，感觉你都不太主动。怎么算主动？我抱抱你。我能亲近你吗？除了嘴，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他就往底下钻，然后就就那种，就是反正就是这经典是不是？后来第二天他就像那个，对，然后他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干嘛呢？他说你干嘛呢？我说我那个睡觉呢。我说你咋的了？然后他说你等会儿，你下来接我一趟，你帮我拿点东西。我说你拿什么东西啊？他说那个你别管了，你下来。结果呢，他过了一会儿，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下楼去接他，然后他就拎了一些锅碗瓢盆、一些调料过来的。
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些干嘛呀？他说，你每天都吃外卖又不健康。那个时候还不是外卖，那个时候就是外送，还不是没有那个就是外卖点单呢，就是都是那种，因为我住的是一个公寓，下面是一商场，所以就很多吃的你就可以叫上来，打外卖电话。然后他就说你吃那些不健康之类的，对，这个就是剧里边的那个。然后他就拎了一大堆东西，我说你拿这些干嘛？他说每天看你吃外卖怎么样，以后我可以给你做一做。结果那天我就记得我们去买，就是你知道街边有那种10几块钱一只鸭，就你们记不记得？对，10几块钱一只鸭的那种，就是你们吃没吃过？就那种，就反正路边10几块钱，然后他就又买了点菜，然后就做，就大夏天的做了就是加上那个鸭，大概4道菜1道汤，反正就是我也很久没有吃过就那种家常菜了，反正就是那天虽然说很热，也没有多好吃，但是就是有点感慨，就是哎呀，终于又吃到了那种家里的那个味道。从那以后呢，然后就是那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发生了那方面的关系。然后因为我这人，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是那种，我发生关系的话，一般都是比较传统，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也，就是刚从一段感情结束，然后我就想着说，那实在不行就跟他在一起吧。在一起以后，我住的那个公寓嘛，然后他离他上班的地方特别远，他每天上班都得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加地铁之类的。后来他就说那个他想再租一个房子，在两个中间。我说你别租了，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没工作，我说那我就去你那住呗。我说我这边房子反正交完钱他就在这空着呗，那我也要不回来钱了。我说去你那住，结果他就跟别人住3室1厅，然后3家都不认识。他是在那个高新区，成都的高新区，然后他在那边上班。我去的时候，我的天，那个房子特别小，除了床，然后又堆了好多东西在那个阳台上，就等于那个屋里没有阳光的，因为阳台上堆的全都是杂物。但是也毅然决然的就跟他住在一起了。后来跟他住了几天，因为我是在他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性，因为我在之前其实我没有体验过什么就是美好的合格的性。我一开始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柏拉图啊？直到你知道成都的零，我真的要，成都的零真的很棒。有没有成都的零？成都的零我真的要夸一夸，成都的零就是有一种欧美的感觉，就是他其实是很享受整个的过程的，对，他是享受这个过程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成都的零真的是OK， 让我体验了什么是好的那种状态。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是好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在那个的时候，他会看着你那个，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会就是关灯，不好意思你快关灯，你别看着我，就是那种你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那样。但是你知道我接触的那个人，他就是很欧美，他就看着我，然后就是而且他会笑，就是他不是笑场的那种，他是会OK，他很幸福，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对，你要笑场就不对了，但是其实就是你笑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对的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谁给我点流量包了是吗？对谁给我点流量包了？后来我都不敢讲了，对。后来其实就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今天是那个大家搜我的账号能搜到我了，
而且就是开始推我了啊，你知道吗？就之前我的账号其实是被就所有人都搜不到我，现在就是我刚才我搜我自己的 ID 是能搜到了，所以说感谢抖音爸爸，谢谢，感谢抖音爸爸。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就是在一起了嘛，在一起，然后就是每天其实他都是上班，然后我就是去就是等他下班。那个时候他真的很要，他是一个很要的人，对，他是一个很要的人。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就是真的是有一个歌词叫要到你想逃啊，要到你想逃。我今天我搜了一下龙二，还是搜不到他。还是搜不到龙二，所以这个还是不行。但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要到我想逃，然后每天就是害怕，然后每一天你知道他8点多下班，然后每一天都会有一次，是痛并快乐着。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就是俩人我也不太适应俩人住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走了之后，我还要自己用手，对，我还会用手，对，就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后来我是会觉得说，哎，我是一个男人，所以我不能靠，就是因为我也没靠着他养我，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工作，我就自己在家，我就觉得很无聊，我说那我就得去找工作，就不要让他瞧不起嘛。后来我就去找了个工作，那个时候我做餐饮管理。然后我就一直做，然后每天我10点上班，他8点上班，然后他9点上班，我那1个小时我就会用手，但是你知道他一下班他就能闻到，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很蠢的，你知道吗？就是每次用手之后，他不是有纸吗？你就得用纸擦嘛，擦完了以后，然后你就扔垃圾桶里了，然后他下班回来他就说。家里怎么这么腥，是吧？家里怎么这么腥？哎呀！然后后来他就知道了呀，对啊，他就知道了呀。他知道了以后，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他说：“你有对象，你为什么要自己解决呢？对吧？”他说：“你有对象，你为什么要自己解决？”然后我就，哎呀，很不好意思。然后他知道了我用自己，然后他就非常生气，他说不行，我惩罚你再来一次，就这样。因为那个屋里是没有马桶的，我们是三室一厅，然后对面人全都是那什么，反正那个时候就是被惩罚，然后再来一次，就很那个时候真的好开心，就是现在想想啊是开心的。然后再后来呢？再后来，其实我就开始上班，然后那个时候就骑自行车上班。我们之间后来有一些矛盾的点，其实是因为他每天都是收拾屋里、收拾家，然后我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每天要穿正装，所以我上班之前我就会把很多的东西就会就是很多的衣服我就不扔脏衣篓里，然后我也不会放在衣柜里边，掏出来我就在那一堆，然后我就着急上班去了。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活脱脱的一个臭直男的那个劲儿。再后来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其实就是因为后来我就有点累，然后下班以后呢，我就基本上我就躺在床上，他就想你赶紧去洗完了咱们再发生，但是因为我很累，然后我下班又非常晚，我基本上我连澡我都不洗，然后我就在那块躺着我就睡着了。但是该说不说，就是成都小男孩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我无论多晚下班，我记得我只要回家，我回到那个小屋都有一盏台灯在等着我。你们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你疲惫了，一身疲惫走回家，然后越过那个就是合租的3室1厅其中的2间，到里边最里边一间，然后你打开那个房门，这个时候
你只能看到一张床，床上躺一个人，他背对着你，然后有一盏微黄的一个台灯，然后你小心翼翼的进去了，就是不是进去了，就是进屋了，进屋了，然后你就，哎，你就在那进屋了，进屋了以后，你蹑手蹑脚的，就是换衣服，这个时候他就醒了，他说，他就会睡眼惺忪的就看着你。你怎么才回来啊？啊，我下班有点晚了，你睡吧。我起床。哎，你起床干嘛？你肯定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不用，我都吃完了。我单位不是有饭吗？那这都几点了？你们单位9点吃，现在都将近1点了。我去给你做个饭，很快就炒个菜。不用，你等着我。想你了。好，不用做多啊，我真不饿。那你赶紧去洗澡，洗完澡，然后咱俩赶紧吃饭，吃完饭咱俩赶紧那个。哪个呀？就那个呀。我今天很累，你能不能饶过我？你今天是不是又自己打了？我没有。那你怎么不可以啊？行，你赶紧去，我歇会儿。等我。那种，他每天都是这样，真的要到你想逃，真的是这样。后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他做饭大概半个小时，我都已经睡着了，他啪把我拍起来，然后让我在那块，就是高志鹏有一句台词，其实是我曾经跟他说的，就是他每天都做那么热的饭菜，然后我就要吃，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就起来吃饭，因为我吃完饭我要干活。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床还吱嘎吱嘎的响，我们就得在地上那个地毯能解决一些事儿，但是那个地毯它非常的硬，我们又喜欢某一个姿势，然后就膝盖就特别疼，就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那个时候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各种找理由不发生。然后他就跟我生气，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周5、周6，不是这个周1、周2我休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做餐饮行业的，那周1、周2不忙我们就休息。然后他在那拖地，然后他看我在那块那个，就是在那块就是不跟他发生，他就非常生气，他边拖边生气。你就不能把那个衣服脱下来我洗一洗？在家你什么都不帮我干。你说你天天上个班跟大爷似的，我就跟你跟奴婢似的，你就不能帮我干点什么？哎呀，我能帮你干啥呀？那窗帘弄下来咱们洗一洗啊！真是，一天还说你们东北男的就是特别疼老婆呢，这可倒好，我跟个老妈子似的。行，我不惹你，我这个窗帘是不是？就这一个窗帘，你问我哪个窗帘？哦，就这样，我就每天被挨骂干活，这每天都是这样，真的每天都是这样。你们可能就觉得我夸张了，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后来，哎，哦，哎。这鼠标怎么了？我看一下啊，大概，妈呀，预计1个小时结束，预计23点30，预计23点30才能审核完啊，你们多等一下啊，因为这一集非常重要啊，这一集非常重要，因为这一集我跟罗勇就分道扬镳了，我俩
对，我跟罗勇分道扬镳了。我再给你传，因为我还没传完，你别着急，丹青。我觉得故事好听啊。行行。这故事爆浆了啊，有刀。对，这一集我俩分道扬镳了。来，我继续往下讲这个故事啊，咱们就继续往下讲。后来其实就发生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事件，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很多的矛盾，就是因为性我可能就是不能时时刻刻满足他。后来其实就是因为我做餐饮管理，我就是相当于一个店的一个店长，所有的店里的钱都经过我，然后我的银行的流水就会非常好。有一天就是银行给我打电话说，范先生你好，能不能就是耽误您1分钟时间，您那个流水特别的棒，然后现在咱们建行能给你申请一张免费的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就是这你不用提交任何的材料。我说我不要，但是他说已经给您发过去了，你要想用的话你就激活用一下，你要不想用的话你就直接放那就行。后来我就跟那个成都小男孩我就说这个事儿了，成都小男孩说可以啊，那你留着呗。正好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出了，也是苹果多少，苹果6还是苹果6吧，大概是苹果6。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还用苹果4S 呢，然后我那个4S 它就是外放的话筒它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还爱听音乐，所以就是我就说那我实在不行我通过那个就是信用卡，然后我就买一个手机嘛，对，然后后来但是我又不会操作，然后那个成都小男孩就说，你别用你的信用卡了，你用我的是招行还是什么行？他说那个买苹果手机没有手续费。我说我说那个就没有手续费能省多少钱？他说也省一些钱，而且就是说，因为他也没用过苹果手机，他一直都用国产的。他说用我的这个买，然后你买完了之后你给我先用2天。我说行，就这样呢，就用他的那个招行的信用卡去买了一个手机。结果手机到了以后他用了2天，然后他就给我用了，然后因为我就多出了一个手机，虽然说那个手机它外放的那个喇叭不太好了，但是呢它可还可以用，我就给他邮回家里去了，因为家里老人他就可以用嘛，我妈妈可以用，我姐姐可以用，怎么样，然后就邮回去了。邮回去以后，然后就发生了一个这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因为那个手机就是紧接着我姐就拿回去了，然后因为我对数码呀，对这个银行这些东西，我那个时候都不太懂，你包括我现在其实我也不太懂，我只知道就是格式化，但是我好像没格式化完，然后我就把手机就邮回去了。结果我姐拿到手机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喂，你身边有人吗？你之前说你家里，你说你在那边处了个对象，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呀？你怎么这么说啊？你的手机、聊天记录、照片我都看见了，你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你别跟咱爸妈说，你跟我说实话，我不跟爸妈说，就这样。然后就知道了呀，就知道了。然后就是我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出柜了。正好那段时间呢，就是就是这个成都小男孩，他去了外地，因为他家是那个就是四川周边的嘛，然后好像是过生日啊，还不是过生日，就是他表亲家结婚是怎么着，他就回去了。然后那段时间我们还生着气走的，结果我自己在家的时候，突然我就被出柜了，我就出柜了，我就很慌张，我就跟他说，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呢？啊，你说什么？我等一会儿哥，我等一会儿。我这听不清，怎么了？那个，我跟你说是我家里知道了，知道什么呀？等一会儿你别闹啊！你说知道什么？知道我是了啊？那知道挺好的呀，省着以后就是麻烦了。你这知道又怎么了？不是，就那我肯定难受啊，难受也没用啊，这个早早晚晚的事儿。哎，等一会儿，哎，没什么事儿啊。那你啥时候回来？我不一定呢，咋的了？没咋的。我先不说了，他们在等我呢啊！哎，等一会儿啊！我不说了。喂，就这样。哎，就我出柜的时候是这个状态就是人生第一次出柜，就这样。再后来，其实他一直都没回来。我记得就是现实当中不是说他隔2天他就回来了，好像就是很久没回来。然后我已经搬到我自己住的地方了，因为我们在一起其实就2-3个月。然后我那个就是那个公寓还在租着，因为我那个公寓就是付了3个月的钱，然后一直在那块空着。我就一气之下，我就搬回我自己的公寓去住了。我俩也没说分手。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家里跟我说我得回家交代一下。然后紧接着呢，我就说那回去呗。那我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其实我也挺恐惧的。家里说你回家交代，然后我就说那这一次回去可能都不一定会回来了。然后我就因为有好多东西都在他家里边，我就又给他打电话，我说哎，喂，我明天可能要去你那儿取点东西，我的东西不都在你那儿吗？我家里让我回家，可能不会再回成都了。明天中午你有时间吗？好，明天中午我耽误你1个小时左右，我收拾一下。我主要那个没门禁，要有门禁的话，我也知道密码，我就自己去取了。行，就这样，我就跟他约着，因为他们是公司嘛，他们中午2点至4点他们休息，所以他能有时间来开门。因为那个小区特别的高级，你没有门禁，人不让你进出的。后来我俩就见面了，然后他就去开门，然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以后，我就拎着1个行李箱，我就要走。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把行李箱就抢过去了，就像那个剧里一样，他就抢过去了，然后他就坐在屁股底下。你干嘛？这是酒店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百里屠夫，你现在这个状态是干嘛？是我让你出柜的吗？我没说你让我出柜，我不想吵架了。你要走也行，把手机交出来。啊，对，这个手机是你用信用卡买的，对不对？你这样，我过一段时间手里宽裕一点了，我一次性还给你。但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再说了，这段时间我一直也是在还这个钱嘛，你不用担心。你应该相信我的为人，咱俩这么长时间。百里屠夫，你在跟我说你的为人是吗？你有什么为人啊？你的为人能保证什么？不是，你没有必要吧？一个手机我不会赖的，一个手机，咱们说的是手机的事儿吗？这么长时间咱俩在一起，你说分手就分手，而且你连说分手你都没说分手，我怎么信任你啊？你拿这当家了吗？你拿我当你男朋友了吗？我不想吵，总之我会尽快还你钱的。要不把手机留下，要不一次性还完，不然你这个箱子你是别想拿走了。不是你说这，我现在就一个手机，我手里也没有这么多钱，你干什么？我没干什么呀，手机和钱选一个，你拿来。哎，你别掐，你拿来。不是你还想打我的吗？我打你怎么的？哎，你怎么回事？啊！天马流星拳，神经病！我还自己配音，这天马，神经病！就这样，我就没忍住，这是我一套小连招，对。这其实我没有特别使劲儿，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怕激，你一激我就急了，然后我就很自然的你知道我一道也没有小连招，就是突然就打到他胸口了，然后就把他一开始就是其实有一个。如果分镜上来讲的话，就是拍摄的分镜来讲的话，就是我拽起他的脖领子，哎，怎么了？这我其实拽他脖领子，然后我就说你信不信我打你？你打我？来，你往这打，就这样，我就打了一下，但其实没有那么使劲儿，但是确实你要打胸口的话。我就是因为我拍戏的时候，我拍芝麻的时候，别人打我胸口的时候，我发现这打胸口是非常疼的。就是我虽然说我没使劲儿，但是其实打一下胸口是非常疼的。打完以后他就捂着胸，没事吧？媳妇儿，你没事吧？我看看，这样个大，百里屠夫，你竟然敢打我！算了，看错人了。给你箱子，你现在滚出我的家里！媳妇儿，没事吧？我看看，要不咱俩去医院吧？现在给我走！立马
闹，这反正就是就把我赶出去了。那个时候不叫白领，我就方便大家认识我嘛。对，对，反正就是赶出去了。对，赶出去了以后，然后我就灰溜溜的，我就拎着箱子我就出去了。好，咱也就这是戏剧效果嘛。反正我就拎着东西我就出去了，然后我俩一起出的小区，因为他不给我开门，我是出不去的。然后打完他以后，因为我整个人就很慌，然后那天我记得天儿特别的热，然后太阳特别的大，然后我魂不守舍的，因为他把我送走以后，他就直接去上班去了，然后呢，我就拎着箱子，然后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结果在出租车上我就人就特别慌张，就是会觉得哎，怎么我没有那个恶意，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想把事情发生成这样，所以我是车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结果因为你一直在分神，最后你下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箱子没拿，我就觉得这是相当有戏剧效果的一个事儿，就是你本来你去取箱子，结果因为取箱子过程不愉快，然后你把箱子丢了，然后成都的出租车又很难去找到就是你丢失的东西，所以那个箱子就丢了，就找不到了。还好里边没有太贵重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家里又催我回去，然后我就跟家里吵起来了。我说你们催什么催？我不回去，我交代什么？我跟你们没什么关系，我就跟家里就闹掰了。闹掰了以后，我继续租在那个位置，我就继续在那边住。后来我就手里稍微就是有一点点钱的，大概就是3-4个月吧，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个约他出来，以后呢，然后我就在我们小区下面的一个公园，我就说那个这是那个4-5千块钱，我记得当时好像就剩4-5千了，4-5千块钱，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了，还是现金，3-4千还是4-5千，2000多，我忘了，反正我都想不起来。反正就是给他钱以后，然后我们就坐在长椅上。他说你没走，我说对，我没走。他说啊，那你怎么不跟我联系？我说我现在没什么钱，我跟你联系什么？我跟你联系，然后我又还不上你钱，我不太好意思。那你最近好吗？还行。你瘦了。你要是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你先不用给我的。没事，有。挺对不起你的。当时确实没有钱，要有钱的话，我当时就给你了。你现在交朋友了吗？感情是旋转门转到没有啊，你就一直单着。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啊。哦。非要这样是我在乎你，都是脾性，并不是我想应。原本只是找个提醒，非得快乐话题散尽。其实爱越浓烈，时候暗感越伤心。没有陪伴的深夜里，我猜的可能，乱的可能，因为在宣泄不停，都没话想说，还没有3万元起我，没心思，没事情可做，该把问题点破，不要一错再错。
就这样，我们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对，本以为那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是后来我又要离开，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成都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我又决定还是要回哈尔滨。所以回哈尔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一块比较贵的一个表，大概1万多块钱的表，当时是比较对于我来讲好像是比较贵的一块表，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他接到我电话，然后他就那什么，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打电话，哎，啊，那个你看一下那个衣柜的第2个抽屉里边是不是有一块我的手表啊，那个钢的。啊，真的有一块儿，那你要着急要吗？啊，是我可能今天晚上我就要飞走了。啊，去哪儿啊？回哈尔滨呗。那你看我8点钟去取行吗？因为我11点的飞机。哦，行呗，那我下了班在家等你。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喂，哎，我到楼下了。没有那个门禁卡，我上不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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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好。哎，表，谢谢啊，让你帮我送下来。怎么突然想着回去了？还是回家看看吧，万一，家里也想我，对吧？哦，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好。一错再错。百里屠夫。啊？我一直以为你会很宠我。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宠我。所以我才一直做错。我真的我不想那个样子对你。如果有一天你回来，你没地方住，这永远是你的家。我应该等你吗？别等了。人心就怕猜错。
说我上飞机了，是的。后来，对，后来其实我们就没再见面了啊。后来我们就没再见面了，直到再后来，其实我就因为大概1-2年之后，然后我就没事我就在翻看这个微信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微信名，我就点进去，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他叫什么阿忠，他不叫阿忠，他叫钟什么，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想不起来了，因为2年了，想不起来了，而且我俩在一起满打满算也就是在一起不到3个月。然后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就点进去了。点进去以后，我就说这个人好像有点面熟，但是又有点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才想起来啊，他是成都小男孩。2年之后我再看到他，我的整个人认不出来。看到他头像，我整个人认不出来，因为他瘦了。他瘦到就是他之前可能是180斤，我看到那张照片应该是140斤。我整个人我不敢认，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能认出来吗？因为他那个照片上好像是他夜跑的一个照片，然后呢，他穿的一个短裤，那个短裤我很熟悉，因为那个是曾经我穿过的。因为2个人哪怕就是不在一起了，哪怕在一起多久，都会有一些东西你是留在别人那边的。一方面是什么回忆，另外一方面真的是物品，就是他就穿着那个短裤。因为那个时候我是140斤，他正好能穿那个140斤，而且2年了。那张照片我不知道他是几年拍的，但是那个短裤我一认我就认出来了，是一个橘色的一个短裤。再后来我拍了跟我回家，然后他不知道从哪儿加到我微信啊，不是，他看芝麻，对，他看的是芝麻，然后他就看芝麻，因为里边有他的故事。是朋友跟他说的，朋友说，哎，那个有一个剧还蛮好看的，然后他看完了以后，他说这个是我前任，就这样，不能讲了，对象回来了。感情的路程中，我任性就怕猜错，最后我是想说，别人爱就是火，最后你的沉默。吃饭了吗？妈，你要出去啊？累了。干什么？他吐的，吐了2粒儿。你去遛个狗吧。走吧，小狗。一关门，反正就是其实跟他在一起，虽然说他不算，你知道，就是其实他不算是我某一任，因为我其实我现在有
就是算我现在的对象，其实我有六个我官方认可的，大壮也好，济南小男孩也好，其实他们都不算我的一任。但是我其实，在成都小男孩身上，我就能感受到那种就是父母辈的那种质朴的爱情。我每次看那个就是什么父母爱情啊，人世间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都能想到成都小男孩，因为其实我们在一起吃的好多苦，那个苦不是真的苦，是那个苦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因为31厅，而且你想想一个房子它31厅，它其实就是一个隔板的，隔音特别不好的。我们在那种环境下，然后我们坚持每周做5次，对，就是我们坚持每周做5次，知道吧？就那个状态是就是我现在我不想再去经历的，对，我真的不想再去经历那种就是就是偷偷摸摸的那种不敢发出声音的就那种状态，但是其实那种状态又是我就特别就是我不想再去过那种生活了，但是又是会觉得非常美好的东西。现在每周几次？现在每周2次，因为其实我真的，我说实在的，就，你像一般的上班族，他其实，你看我对象，他每天8点上班，然后他每天上班通勤时间就大概1个小时，所以你看他有的时候下班他又晚，他基本上8点才能到家，八点到家，他就可能没吃饭就吃个饭，9点，然后再洗洗漱漱，然后再涮涮，然后再看一会儿电视，就大概到10点多了，11点多了，11点多，如果说我们就是比较轻狂的，我们要去发生一些关系的话，可能就到1点了，其实对他，你看他6点他就要起床，因为他通勤时间1个小时，对，所以就是他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啊，对我其实会觉得对别人会有一点点负担，对我就说，就是这么累，就是他不能保证他上班的质量，他睡眠的质量，对啊，对，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我是那是病，其实不是病，因为我这人比较宠对方，什么我都会，对，就是可能会比较注重别人的体验和感受，嗯、对，真的是这样。你不用懂，你不懂你懂，休息不好，对啊，是啊，对啊，我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就是也不要总那啥。你要总那啥的话，其实两个人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疲劳就是隔一段时间咱们就是隔一段时间，一周2次，我觉得还蛮好的。对，1周2次还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就是可能比较粗鲁，可能会他可能会受伤之类的，所以就是对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休养一下，对，养养伤嘛，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对象没有这个，我跟我对象不玩这些，对，啊，养养伤，今天没更新，今天是那个一直在那个什么，一直在那个在审核，对，在审核，你有多粗鲁，我会骂人，对，对我这个人其实就是有点粗口，我可能会就是一般人就是跟我在一起，我都会有一些情绪我就会说丑货，看长这个样，哎呀，1个月挣多少钱呢？哎呀，
成你那样了，我哎呀，就是我就开始这样了，就经常就是不欢而散，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粗口嘛，粗口啊，我操，我一般就是跟别人粗口，我都能跟别人打起来那种，对，真的很克你和龙二，龙二，就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都摆脱不了龙二的这种光环嘛，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其实是个草根出身嘛，对，我家里情况其实不太好，我从小时候家里就比较困难，我跟龙二其实不一样，这其实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现在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我怎么变老了？因为我确实也不年轻了，我现在身边的朋友都是七零后、80后，对，80后现在随便拉出一个80后，基本上都40了呀，对吧？对吧？你们想想，80后基本上都40了，所以你说我身边的朋友都老了，你怎么可能不老？而且你身边朋友老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年轻。你跟龙二有没有过？我跟龙二没有过，龙二是哪里人？龙二是那个叫辽宁啊，辽宁，好有 CP 感。就是你们怎么理解我俩的 CP 感呢？就你们怎么会觉得我俩有 CP 感呢？就是你们对，就是你们会觉得龙二是，你们觉得是我保护龙二还是龙二保护我？就是你们会觉得 CP，就是你们会觉得我俩是 CP 感的，你们会觉得是我保护他还是他保护我？你保护龙二，不是你们最直观的啊，最直观的，龙二保护我是不是？就是你们心中的 CP 感，你们会觉得是他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他？就是咱们不说现实，就是你们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最直观他保护你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就是所以你们就是会会对这个事情有所就是偏差，理解的偏差。其实现实当中是我保护他，就是现实当中啊，就是你们可能从 CP 感上来讲的话是他保护我，但现实当中是我保护他，对，因为他现实当中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他甚至有点社恐的人，对他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所以就是现实当中一般都是我领着他去哪儿，就是参加一些局之类的，不是你跟你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对，在审核啊，就是期待第8集的小朋友，咱们在审核啊，咱们在审核，审核完了，然后大概就是在11点半左右，我看一下啊，这一集呢，因为比较赶，因为这段时间我其实特别忙，然后就是比较赶，然后大家别介意啊，就是第8集其实它是一个过渡了，它其实这一集实际是个过渡了。我俩这一集的看点是我跟龙二分道扬镳，然后龙二就是突然消失在我的生活里边了。啊，就这一集你们会看到的就是我跟龙二吵架了，然后吵了将近5分钟，就其实这一集大概是14分钟，然后16分钟，然后我们吵了5分钟。我们吵了5分钟，吵了5分钟，然后他就消失了，对，但是不是特别悲伤，就你们会觉得说啊，下一集肯定会有更爆炸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在推剧情，然后就是我俩现在就是闹掰了以后，然后后期我们还会再见面，然后就怎么样？对，我给大家看就是那个剧。就告诉大家这一集的看点，总共多少集？大概还有个3、4集嘛，
大概还有3、4集。他要把你车卖了没有？他要把你车没有？总共120集，化成灰了，是永久的小匣子，我住匣里了嘛。对，还有3、4集，对，这周不更啊，现在就一直在审核，因为这集有一个吻戏。有一个吻戏，所以就是审核，而且就咱们每次都是周日审核，它就费劲，因为周日可能大家都在休息了，对，白血病，不，咱们不是没有看剧吗？咱们不都说了吗？是那个肝癌，早期肝癌，除了济南小男孩，还有成都小男孩，还有哪2个小男孩？还有个天津小男孩，还有一个湖州小男孩。早期咋就死了？他没有马上就死，他没有马上就死，他是在国外死的，对，他是在国外死的，图图说怎么选角，就是生活当中，然后抖音里边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他们又有表演意向的话，我就会跟他们去试一下，就是聊一聊。然后我觉得就是演戏这一块儿，还是你要有表演的欲望。有很多人长得很好看，身材很棒，但是他们可能是国企的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就不能参加这种拍摄，或者说他们就是就是说话特别母，练得特别大，好。呀，那种这种你就拍不了，你这他们也不会就是在荧幕前就是掉粉儿，是不是？那不一样的，对吧？你不能让他们就是你得成就人家，对不对？你不能是这样，对吧？对吧？我觉得演戏是我更希望的是什么？我更希望的是就是你演我的戏，然后你涨粉儿。然后你有自己的发展，带货。万万还会出现吗？万万后边还会出现，但是万万我下一部戏肯定会跟他合作的，因为我会觉得万万其实情商、为人处事儿，包括我俩个性比较合，他下一部戏我肯定会跟他合作的啊。对，卡爷就涨粉了啊。下一步对，科幻可以，我们也考虑科幻。长得像礼貌的人不会，我们没有这种剧情。店长真的很帅。下一步请浩浩。透明的号也行，透明的号好看，透明的号跟我第一任长得还蛮像的。我也想喝一口。你买衣服去了？我去银行存钱嘛。然后呢？对面这个优衣库买了2件内裤，买了2件白 T，然后买条合适上班的穿的裤，先打折就买了。打折？它199，然后啥199？裤子199，然后它改就是，然后改完才降价是149。那贷款怎么说呀？车贷？没回那着急的就问呐，那咱交5千块钱的定金，你要是不行的话，人家不退的呀。他明天今星期天。你问一下，就是说人家说那个好像这种签不了的话是要退的，要退也无所谓，因为明天咱们看苏七了嘛。但其他银行不行啊。
实在不行用拿我的名买得了。反正我能买吗？你这边？差不多吧。差不多是能买的。那要想操作的话，反正我流水是好的，主要就是我流水很大嘛。社保是多少？2年吧，还是1年？那实在不行，咱们就你如果说要是用我的名买的话，那就用先落外地牌呗，然后等那个外地牌。啊，那你上班不行。对啊。那没办法操作，我社保不满2年。明天等他看看吧，他应该说能弄，可能比较困难，或者说时间会拖得比较久，他就这么说。他说如果说能下来，也要到周3、周4，大概是这样。那明天我去问一下那个小鹏那个人，他是忽悠我觉得他每个月都会有那个优惠吧？肯定有的。他就是在催咱们。肯定有的，你怎么可能没有？每个月。更新了是不是？是更新了吗？现在能看了是不是？更新什么？小茉莉，第8节还在审核呀？可以看。是不是能看了？你们去看吧，然后大家那个弹幕多刷点啊！我洗澡了，我洗澡了。拜拜，多发弹幕啊，多发弹幕啊！小鹏的 G9，行了，去吧，